对手跟注。那对手跟注的话，对我来讲，我就很明确的知道，除非转牌开2，要不然呢，我这个手牌呢就是放弃。那对手跟了之后呢，我就知道呢就要放弃。这个时候转牌，一张2非常好的转牌啊。好，大家好，我小 P，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在美国最后一天参加了3000赛事的成绩。在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EV 实验室上线啦。那在这个网站上呢，除了会有扑克文章跟扑克新闻之外呢，最重要的是有订阅影音服务。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我参加决赛桌遇到的状况跟一些使用电脑分析软体手牌的话，记得到订阅影音观看。今天讲的赛事呢，是一场3000的赛事，它是在 Wynn。那发生的时间呢，是我在最后一天的这个 Bellagio 的这个第4天的主赛事出局之后呢，当下的赛事就是最后一场这一场赛事呢是$3000买入，它是在 Wynn 的赌场。那我大概稍微休息一下，整理一下心情之后呢，就直接过去报名。那这场玩家呢，其实一上桌的时候发现一个特色是什么？特色就是桌上竟然有一半的玩家呢，都是我之前在打这场1万的主赛事所遇到的玩家，代表就是这些玩家淘汰出局之后呢，全部都来打这场比赛。所以以一个3000的赛事来说呢，我觉得难度它不会到太简单，但同时呢，还是会有一些资格赛玩家，或者是说一些娱乐玩家，他觉得3000是一个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个买入范围。那以整体来说呢，这一场的赛事玩家并不多，我记得总共的玩家数量是600多个买入。那在第2天开始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特别的规则，特别的规则是什么？所有的玩家呢都会发一个计时器所谓的计时器就是一个 time bank， 然后呢，它这个 time bank 又跟其他的赛事又很不一样，它的翻牌前的决策呢只有15秒，对，你没有听错，只有15秒。然后呢，它又不是每个情况都要计时跟大家讲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翻牌前只要弃牌到你还没有投入底池的状况下呢，它就会倒数15秒。但是一旦譬如说假设你在按钮位你加注，然后大盲位选择3次下注，这个时候换到我们在按钮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计时器是不会启动的，也就是说你想要想多久都可以。代表的是它其实这个翻牌前的15秒只是要防止就是第一个动作还没有动作的玩家呢去拖时间就是无所谓的拖时间。很多人轮到他就先假装先演个20秒30秒，这样子会让整个游戏进行得非常缓慢。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就是每个人最多只有15秒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赛事规划，就不会有玩家有这个拖时间的状况。那第1天的话呢，其实非常的顺利在结束的当下呢，我记得我有大约是10几万的筹码量大约18万左右，进入到第2天的赛事。在第2天的赛事呢，一坐下来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几把有趣的手牌。盲注是1500、2500的大盲前注，那这是一个9人桌。那我在 UTG+2 的位置，我有185000，我拿了一个 KJ 不同花，选择加注到5000。KJ 不同花在 UTG+2 是我这个位置会加注的一个最弱的范围，我在这边的 K10 应该是一个明确的弃牌，所以呢，我这边选择了一个加注没有问题。Low 价位的玩家呢选择跟注，他的筹码量非常的多，他有50万的筹码量。然后大盲位呢是一个短筹码，他大约有3万5，他也选择跟注。翻牌是 AQ10 彩虹面，然后底池19000非常好在翻牌击中了一个这个 nuts 最大的顺子。然后呢，底池19000。大盲位 check，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我们会有一个过牌的策略，也会有一个下注的策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下家跟注的范围应该是非常的紧，它的跟注范围会像什么样子？我觉得会有 A10以上 AJ、AQ 甚至是会有一些KQ、QJ 等等的手牌。也就是说，在这个翻牌，除非它是比如说99以下的手对，要不然我们的持续下注，它的范围里面很大的范围都会持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持续下注频率会很低，又或者是说我们会降低我们炸虎的持续下注。那当下呢，我还是选择下注了6000。那 low 价位的玩家呢，不出我所料，他选择了跟注。那这时候大盲位玩家弃牌，转牌来了一张非常有意思的牌，转牌来了一张叠牌 Q， 然后底池31000。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做决策了，究竟我是要持续下注，还是我要过牌？那实际上呢，他的决策我觉得是一个都可以，那取决于我认为对方跟注的范围是什么。
我认为如果对方如果说有 A 的话呢，基本上我下注他一定会跟注。但是如果对手是 QJ、KQ 或者是一些假设 Q9 同花，他基本上呢，我们过牌他一定会下注，又或者是说他的范围里面其实还会有一些炸火，因为我知道这一位玩家呢是一个巴西的玩家，他其实是有机会跟注一些我觉得更弱的牌，甚至是 K9 同花，然后再转牌跟合牌呢，他可能会选择炸火，所以对上他的很强的3条，基本上我一定拿得到筹码，对上他的炸火，我也可以透过过牌来赢得更多的筹码。所以我当下呢决定用一个混合策略选择了过牌。这个时候呢，对手选择31000的底池，他选择下注一个比较小9000的下注。我觉得我的预设策略应该会大部分都选择跟注，所以我选择了跟注。然后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5，底池是49000。如果我们转牌选择过牌跟注的话，那合牌一定预设策略也是个过牌，所以我选择了过牌。这个时候呢，对手在49000的底池呢，选择了一个接近满帕48000的下注。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思考，我的决策是只会跟注，还是我要加注？那我的这个时候的筹码量呢，我后面剩下165500。我们要想的是什么？我们要想的是对方有没有这个 full house 的组合答案是有，但是是多少？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说对方的 full house 组合是很少，但是3条的组合是很多的话，那我们的手牌就会是一个很明确的全下。那我们去想，我认为呢，他在翻牌前呢，我认为10跟 Ace Queen， 我觉得都会很高频率的翻牌前3次下注。那 AA 跟 QQ 更不用讲了，它是一定会3次下注。所以我潜在只输的这个 full house 可能只有 Q10 同花，我觉得可能只有一组牌。但同时它会有 QJ， 它是会有 KQ 甚至会有一些我认为 Q9 同花，我觉得都是很有可能的。当下呢，我选择了直接 all in。那我直接 all in 的话是总共的筹码量是165500。这个时候他在想，那他在想我就知道，对不对？我怎么可能会输？因为他如果是 full house， 他已经1秒就跟了。其实我蛮确定，如果他会在想的话，我觉得会是什么？因为他只有一张 A， 他合牌绝对不会下注一个满帕，所以他合牌下注一个满帕，他就告诉我，他要么就是 full house， 要么就是3条 Q， 要么就是炸胡。我们就讲了嘛，他炸胡不用想，他炸胡就弃牌。他如果是 full house， 他也不用想，所以我知道他在想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猜想的是什么，就是3条 Q。那3条 Q 就是你要想就让你想反正对吧？我们就讲了，翻牌前你只要有投入，基本上他就不会有所谓 time bank， 也就是他要想多久，只要桌上的玩家不叫时间就是不 call time 的话，他就是可以慢慢想。那当然我就让他想然后他想到后面呢，他觉得他的手牌呢还是相对来讲太强了，他必须要跟注。然后他跟注的时候呢，他看到我的这个 KJ 不同花然后他就知道是顺子嘛，他就输了。根据这个合牌合牌的规则是什么？当2位玩家 all in 跟注的时候呢，2位玩家都必须要摊牌所以他必须要秀出他的底牌他是一个 KQ 不同花，也就是他转牌中了一个3条 Q。那对他来讲的话，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状况是非常的糟因为基本上我这边很难会有炸，又或者是说他的 KQ 基本上对上我的合牌 all in 很难赢牌我要么就是 full house， 要么就是像这样子的顺子组合，所以他可能要认为我必须要有一定的炸胡，又或者是说我会有更弱的 Q， 像是 QJ， 但实际上我就并不会我认为如果我今天是 QJ 或者 Q9 同花的话呢，合牌应该就是一个过牌跟注，应该不会有其他的动作。好，反正这手牌呢，就让我成功的从185000的筹码量翻倍到36万左右。好，接下来一把有趣的手牌呢，是在这个2000、4000的盲注级别。这手牌呢，我觉得同时有2个状况可以跟大家分析。第一个是翻牌前的状况，我在 CO 位这个时候呢，我有45万的筹码量，拿一对8黑色的88，然后选择加注到8000。小盲位是一个有13万5000筹码量的玩家，选择了3次下注到3万5000。然后这个时候到我就有一个决策要做，我认为翻牌前2个决策都可以。第一个就是翻牌前的 all in，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对上小盲位，它有非常非常高的3次下注的频率，那我们88对上它的整体的这个赢率呢，绝对是大幅领先。然后这手牌其实起始筹码大约是30多个大盲，30多一点点，所以我觉得翻牌前的全下绝对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然后又是正 EV 的决策。但是问题是正 EV 的决策，我们还要思考的是跟注有没有跟注的好处答案是有的，原因是因为88我觉得会是一个在这个情况下最弱的一个翻牌前可以 all in 的手牌。如果说换一个情况，
假设我今天是拿77的话，我可能就会偏向，应该说一定不会 all in， 也就是说它会是一个77跟88是介于一个分水岭。那所谓分水岭的话，就代表说88是一个我觉得最舒服的权下的一个最弱的范围。那这样子的范围，其实就算它是正 EV， 它也不会正太多。但有一个好处是，当我们今天拿这个手牌来跟注的时候呢，其实跟注还有跟注的好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翻牌之后可以打一个有位置的翻牌后，再加上我自认为在翻牌之后的技术呢，其实我是大幅领先大部分的对手，所以我觉得跟注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我当下选择了跟注。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了翻牌翻牌是754两张方块，然后底池78000，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一开始我说他有135000的筹码量，那翻牌前他投入了3万5，也就是翻牌之后呢，他只剩下10万的筹码量。这个时候底池是78000，也就是一个底池再多点点的这个 SPR， 所以筹码底池比，它的筹码量其实并不多。那他在翻牌的时候呢，他选择了一个2万5的下注尺寸。那以我对于这个游戏的认知呢，我认为他会全范围，也就是翻牌前他只要3次下注的范围，他都会选择下注25000。那我当然这边就是一个很简单，我认为我的手牌呢，选择加注会比选择跟注来的好。原因是因为基本上我们不想要看到任何的转牌，转牌除非开6跟8，要不然对我来讲我都不想要看到。因为我们在这个翻牌呢，我们有一个超对就是更大的对子在这个翻牌面，那我们根本不想要看到任何的转牌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手牌呢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加注。那你可能会问我说，那什么手牌适合跟注？假设我今天选择了一个曼达的 AAKK， 那我觉得 AAKK 就是一个很适合的跟注。又或者说我今天如果是44、55、77中3条，那我也可以很轻易的跟注，因为我们不怕任何的转牌，对吧？假设转牌就算是开10以上，我都不怕他中了10以上的对子，因为我们中了3条，根本就是大幅领先对手的范围。所以我认为88、99甚至是10很有可能都会选择加注。但是问题就是99以上的对子在翻牌前，我很有可能就会直接 all in 所以其实99以上的对子基本上也不在我的范围里面。所以当下呢，我就直接加注到10万了，就是 all in 他的意思。然后他很快就跟注了。那他很快就跟注的时候呢，我看到他的底牌它是 AJ 方块就是翻牌面是2张方块嘛。所以它是2个高牌代买同花的一个手牌，然后很运气不错就是转牌跟合牌呢都是开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牌，那我就成功的赢下了这个底池。所以我觉得这手牌呢比较有意思的状况是翻牌前我要不要 all in，又或者是说跟注的好处是什么，然后翻牌之后的决策跟我们整体的逻辑跟大家一次做个清楚的分析。下次在遇到同样的状况的时候呢，玩家千万不要就觉得说，这手牌是翻牌前的正 EV all in，然后就直接 all in，因为你必须还要思考的是翻牌之后的一个状况，哪一个情况对你是比较有利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整体的分析状况。长期来说呢，这样才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决策。接下来我们来讲下一手牌下一手牌的盲注级别呢是3000、5000的盲注级别这个时候呢，我有50万的筹码量，弃牌到我在bottom位有一对2，这个时候呢，我选择了一个最小加注到1万，然后呢，大盲位的玩家呢，他有3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跟注翻牌是973彩虹面，然后底池28000，大盲位过牌，这个时候到我要做一个决策。那我认为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的手牌呢是可以过牌也可以下注，那我觉得整体的分析呢，下注会比较好。原因是因为大盲位的手牌范围非常的宽，那如果说他在翻牌弃牌，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原因是因为就算他的手牌没有击中，除了 A2 跟 K2 之外跟2的组合之外呢，他的手牌至少都会是2个高牌。那2个高牌在翻牌之后呢，对上我的这个手牌的这个赢率呢，大约都有多少？25%左右。所以到转牌跟合牌，他都有机会击中他的手牌随机的手牌。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透过一个小的下注可以让对手弃牌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我们的下注尺寸呢，其实在翻牌不需要下注到太多我觉得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但同时换过头来讲，如果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强的手牌很好的手牌，在这个筹码底池比的情况下呢，对手在翻牌之后有60个大盲有效，我们其实下注量呢，同时也不应该太小。也就是说，这一来一往呢，会让我的预设策略介于一个中间值。那我认为在这个筹码深度比较深的情况下呢，我可能会把我的预设的下注尺寸放在半个底池左右。所以当下呢，在2万8的底池呢，我选择下注这个半个底池，选择下注15000，对手跟注。那对手跟注的话，对我来讲，我就很明确的知道，除非转牌开2，要不然呢，我这个手牌呢就是放弃。所谓的放弃呢，就是预计呢就是过牌直到摊牌为止。那对手跟了之后呢，我就知道就要放弃。这个时候转牌，一张2非常好的转牌击中了3条。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我就希望啊，他是中了一个很强的牌啊。原因是，当然这时候我中了3条2嘛，我当然是希望他是有牌最好啊。转牌来一张2，同时还是一个彩虹面啊，底池58000，对手又过牌，这个时候到5，那我就有一个决定要做。那我认为呢，这手牌呢，2种下注尺寸啊，一种我觉得最小的下注尺寸呢，还是一样的，是半个底池啊。第二种的下注尺寸呢是比较大一点哦，可能是接近满帕啊，接近一个底池。那我觉得这2种下注尺寸呢，都各有各的好处。那各有各的好处是什么意思？当我今天选择半个底池的时候呢，我会认为它的手牌范围里面，大部分的双头顺啊，大部分的中对顶对都一定会跟住，尤其是这个68、80这种双头顺的手牌，我觉得都必须要跟住。当我今天下注这个尺寸的时候，这些范围会跟住，但是如果我下注一个满帕的时候呢，我认为它的中对可能会考虑弃牌，又或者是说，基本上它的手牌范围里面大部分的这个顺子双头顺或者是卡顺、双头顺这种手牌呢，很可能会弃牌，那这不是我希望的嘛。所以我觉得各有好坏啊。至于他如果有顶对，基本上我下多少他都会跟住，所以这个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那我认为以大盲位的范围很宽的情况来说呢，我还是希望他有一些双头顺的手牌可以跟住，所以我当下选择下注了3万啊。这个时候呢，大盲位的玩家呢又跟住，然后合牌呢是一张非常有意思的手牌，合牌是一张叠牌9。我们讲了牌面是973转牌2合牌9，这个时候呢，底池118000，对手过牌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角色要做了。我认为他的范围来讲，他如果有9啊，基本上我下多少他都要跟住，没有差别。差别就是在于，如果说他的手牌里面的一个7的对子啊，就是一个中对，我会下多少是认为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范围。那我认为会接近在一个满帕。差不多这样的状况，所以在合牌呢，我的状况呢，我大概就2种下注尺寸在选，大概就是第一个接近满帕，第二个就是可能是更大。那我在想更大的话，我会让我的下注尺寸有一点区别的话，那我觉得至少会是1.5到2个底池的下注量。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每次大家下注对方弃牌都觉得是不是打错了，是不是太贪心了？但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下注1.5个帕以上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对手来说，有中对哦，就是有7的对子，应该来讲是一个很轻易的弃牌。原因是因为它的范围里面有非常多的9可以去抵抗，可以去跟住就好，它不需要去考虑到跟住要更弱的手牌。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来说呢，我觉得我必须要考虑到下什么样的注码对它的7是跟住，但是是非常困难的跟住，但是跟住的几率是很大。那如果说对手是买双头顺啊，这种双头顺听牌没有中的话，基本上我下多少他都不会跟，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我想了之后呢，底池118000，我下了一个13万哦，接近满帕多一点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对手就花了很长时间的思考，那我就知道说他可能会是一个7的组合。当然，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些9的组合，很弱的9，那他当然也只会用跟住。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有9还是有7，反正他想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呢，他就跟住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出了我的22的 full house， 然后这时候对手看到我的牌，当然他就弃牌，因为他没有办法赢我的手牌。那在下一手牌啊，就直接的下一手牌呢，变成是我在 CO 位啊，这个时候我还在整理我的筹码。